当所有人都在跑，只有你知道你在静止，这种清醒是你最大的孤独，因为未来早已被巴门尼德判决。上一期赫拉克利特的火烧掉了我所有的稳定，这让我感到自由。我已经准备好去成为火了，但我隐隐约约的感觉这好像不对，因为我的感官极易被欺骗。我看到河流在流动，我听到声音的起伏，我学习知识以为自己在成长，但赫拉克利特的火所依赖的变化，在巴门尼德看来只不过是一群盲人在泥地里所摸索出的假象。他给我们扔过来一个比无定更加抽象、比火更加残酷的暴君，那就是纯粹的逻辑。他说存在者是，非存在者不是，有点绕口，我们来翻译翻译。他说如果一样东西存在，它就必须是永恒、不变、单一、不可分割的。如果存在是变化的，它就必须从存在变成非存在，或者从非存在变成存在。但是非存在者不是，因为非存在这种无在逻辑上是绝对空白，我不能思考无，也不能说出无，因此变化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。巴门尼德说存在者是永恒的、不动的、无生无灭的、单一的、不可分割的。他说我们的经验就是最大的谎言。巴门尼德的思想对我的生活在逻辑上进行了彻底的摧毁，他摧毁我的经验，我每天的工作、吃饭、睡觉，这些都是变化的。巴门尼德说我看到的这些变化都是感官上的幻觉，我对世界是可变的这种最基本的信仰是逻辑上的暴行。之后他摧毁了我的行动。他说如果我存在，我就必须不变，我所有的成长学习都是变化，在罗格斯面前都是虚假的、无效的，我所有的进步都是对非存在的徒劳想象。赫拉克利特的火让我感到痛苦，因为它燃烧我，可是巴门尼德的逻辑让我感到绝望，因为他在告诉我，我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以为我在行动，其实我只是一个冰冷的、静止的，在逻辑上被锁死的存在。还好巴门尼德的价值不在于让我停止行动，而在于让我认清逻辑是宇宙中的暴君。逻辑给我的救赎不在于变化，而在于我掌握了多少逻辑规律。他教我停止去信赖看见的，放弃相信我呢易被煽动、易被欺骗的感官经验，将最高权重留给理性抽象第一性原理。他让我去寻找逻辑堡垒，在我的人生和事业中找到那个不变的存在，那个无法被证伪、无法被推翻的核心逻辑。那或许是我构建个人秩序的唯一基石。它让我不再依赖变化去跟上时代，而是靠不变的逻辑去审判时代。我被感官的意见奴役，而逻辑这位暴君则高高在上，统治着一切。